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重点摘要：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认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查理3世国王将他关于人工智能危害的演讲稿副本交给英伟达首席执行官。特朗普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来宣传自己和攻击竞争对手。卫星图像显示，苏丹法希尔存在乱葬坑。特斯拉股东准备就埃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投票。苏丹黄金资源加剧冲突。俄罗斯支持交战各方，波兰、罗马尼亚和丹麦部署新型无人机防御系统，瑞典和乌克兰成立联合中心，共同研发新型武器技术。民主党在多州关键选举中获胜，选民表达对特朗普不满。特朗普欢迎中亚领导人讨论稀土金属问题，并削弱中国的主导地位。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认为，中国将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获胜。据海峡时报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11月6日在伦敦金融时报 AI 峰会上放出惊人言论，中国将赢得这场人工智能竞赛。这位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掌门人，在英伟达几乎被美国封锁排除出中国市场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直言不讳。他指出，中国握有2张王牌，政府大力补贴能源成本，让本土企业用国产芯片的运营费用远低于西方，监管环境更宽松灵活，不像美国各州可能出台50项新规扼杀创新。黄仁勋毫不客气地批评西方被犬儒主义拖累，阻碍了 AI 发展。这番表态让他在美国政界显得格外孤立。特朗普政府刚刚重申禁令，不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口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黄仁勋却公开唱反调，这会让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付出什么代价？科技战略专家认为，如果美国继续收紧对华芯片出口，将失去全球1半的 AI 开发者市场，反而刺激中国加速自主芯片研发，长远来看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损害更大。一项新研究表明，宇宙膨胀速度正在减缓，这对现有模型提出了挑战。据比利时新闻报报道，2025年3月，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赵公博团队领衔的国际暗能量光谱巡天项目震撼发现，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神秘力量暗能量正在悄悄减弱。这项研究分析了近1500万个星系和类星体的数据，置信度达到 4.3 个标准差，颠覆了爱因斯坦以来25年的宇宙学标准模型。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暗能量是个恒定常数，但新证据显示它会随时间演化变化。在过去45亿年间，强度已经减弱，这意味着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不是永恒的。如果暗能量持续减弱，宇宙命运将从无尽膨胀转向可能的最终收缩。DAISY 项目汇聚全球70多家科研机构，900多名研究人员，用5000多根光纤精确测量不同时刻宇宙的膨胀率。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宇宙终极命运的认知吗？天体物理学家指出，如果暗能量真的从幻影状态衰减至今，宇宙可能在数百亿年后停止膨胀，甚至开始收缩，彻底改写人类对时空未来的预期。查理3世国王将他关于人工智能危害的演讲稿副本交给英伟达首席执行官。据 BBC 报道，11月6日在圣詹姆斯宫举行的女王伊丽莎白工程奖颁奖典礼上，发生了戏剧性一幕。查理3世国王走向全球首富之一的英伟达 CEO 黄仁勋，开口第一句就是“我需要跟你谈谈”。随后国王递给他一封信，那是查理3世2023年在布莱切利公园 AI 安全峰会上的演讲稿副本。黄仁勋透露，国王在演讲中警告 AI 风险必须以紧迫感、团结和集体力量来应对。这份文件明确传递了王室对 AI 双刃剑本质的担忧。同场获奖的还有 AI 教父级人物辛顿和本吉奥，他们曾公开警告 AI 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讽刺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正推动 AI 快速发展，而非谨慎推进，甚至有官员认为安全一词让人显得胆怯。而英伟达市值本周刚突破5万亿美元，正在英国投资数十亿建设 AI 工厂。这种顶层警告能否真正约束失控的 AI 军备竞赛？ AI 伦理学家认为，当商业利益与国家竞争凌驾于安全考量之上，
即便王室和科学家不断示警，也难以阻挡资本和权力对 AI 技术的狂飙突进。4. 特朗普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来宣传自己和攻击竞争对手。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2025年10月，美国政坛刮起了一股 AI 造假风，特朗普和他的 MAGA 阵营毫不掩饰地拥抱 AI 深度伪造技术，将其变成竞选的秘密武器。今年9月，特朗普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布一段疑似 AI 制作的视频，吹嘘要推出能治愈癌症的神床医院，背后却偷偷卖起天价金卡，从$599到$4999不等。更离谱的是，共和党全国参议院委员会公然发布 AI 伪造的民主党领袖舒默视频，虽然引用是真话，但画面全是假的，角落里只有一个小小的 AI 水印了事。Axios 记者直言，深度伪造的氛围正在改变以前这是丑闻，现在几乎没人在意了。特朗普时代的魔音政治已经把真假界限搅得一塌糊涂，假视频看着像真的，真视频反而自带可否认性。这种无底线的 AI 造假会把美国政治拖向何方？新媒体伦理专家警告，当政治人物公然使用 AI 伪造攻击对手却不受惩罚，选民将陷入真相危机，无法分辨信息真假，最终导致民主制度的信任彻底崩塌。5.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利用纳米技术增强化疗药物的抗癌能力。据科学日报报道，美国西北大学的科学家刚刚在抗癌领域扔下一颗重磅炸弹。该校国际纳米技术研究所主任查德米尔金教授团队用纳米技术把老牌化疗药物氟尿嘧啶的效力狂飙提升了2万倍。这种药物传统上溶解性极差，在体液中溶解率不到1%，导致大部分药物根本到不了病灶，医生只能开大剂量狠砸，结果杀敌1000自损800，恶心、极度疲劳甚至心脏并发症接踵而来。米尔金团队的突破在于球形核酸技术，把药物整合进 DNA 链条，这些链条包裹在纳米颗粒表面，白血病细胞会主动识别并吞噬它们，将药物精准释放到癌细胞内部。在小鼠实验中，这种疗法让癌症进展速度减缓了59倍，而且目前已有7种基于这项技术的疗法进入临床试验。这会彻底改写癌症治疗的游戏规则吗？肿瘤学家认为，如果人体试验成功，这将实现几十年来的终极目标，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不伤害健康组织，让化疗从地毯式轰炸进化为精准打击。6. 软银集团和 OpenAI 在日本成立人工智能合资企业。据移动世界直播报道，11月5日，软银集团和 OpenAI 正式官宣在日本联手成立合资企业 SBOE Japan， 双方各持50%股份，共同打造名为水晶智能的企业级 AI 解决方案。孙正义在发布会上豪言，软银每年将砸30亿美元用于 OpenAI 技术部署，并调配1000名员工专门开发这款产品。这款水晶智能将独家在日本市场推广 OpenAI 的全套工具，包括企业版 ChatGPT 和 API 接口，还能安全整合企业内部系统和数据，为每家公司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软银自己将率先当小白鼠，在内部全面部署这套系统。目前集团已经基于 OpenAI 技术创建了250万个定制化 GPT。孙正义预测 Augie 将在2到3年内由大企业率先实现。他焦虑地喊话，日本不能再浪费30年了。这距离软银宣布要向 OpenAI 砸400亿美元，取代微软成为最大股东的消息仅过去几天。这会让日本在全球 AI 竞赛中实现逆袭吗？科技战略分析师指出，软银的巨额押注加上日本企业的保守文化，能否真正推动 Augie 应用仍是未知数，且能买到技术，但改变不了思维惯性。7. 谷歌计划在圣诞岛建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据雅加达邮报报道，谷歌正在澳大利亚最偏远的领地圣诞岛上秘密建设一座 AI 数据中心。这个计划背后藏着浓浓的军事色彩。圣诞岛位于印度尼西亚南部仅350公里处，面积只有135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700人，大部分土地是国家公园，每年只因红蟹大迁徙而出名。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岛，今年7月，谷歌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签订了3年云服务协议后，突然成了战略要地。上个月，谷歌已申请环境审批，
要铺设一条连接圣诞岛到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的海底光缆，而达尔文恰恰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驻扎半年的基地。这座数据中心的规模、造价和具体用途统统保密，但外界分析认为，它将在印太地区可能爆发的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其他科技巨头微软和 AWS 也与澳国防部签了巨额合同。AWS 甚至在建专门处理绝密信息的数据中心园区。谷歌这步棋会如何改写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军事战略专家指出，这座数据中心一旦建成，将成为美澳监控南海和印度洋的数字前哨站，为军事 AI 提供算力支撑，大幅提升西方在该区域的情报和作战能力。8. 西班牙研究人员通过脑植入物帮助盲人恢复视力。据法罗维戈报报道，西班牙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大学的科学家刚刚创造了一个医学奇迹，他们开发的脑植入物让2名盲人志愿者重新看见了形状、文字甚至运动。这套系统叫做视觉神经假体，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是首个能与大脑双向实时通信的闭环系统。传统植入物只能单向刺激，而这个新系统既能刺激视觉皮层产生光幻视，又能实时记录大脑的神经反应，就像大脑和机器在互相学习。植入物由96个微电极组成的阵列直接放在视觉皮层上，完全绕开受损的眼睛和视神经。2021年，57岁的西班牙前科学老师贝尔纳戈麦斯在失明16年后，成为首批受试者之一。实验显示，2名志愿者能识别简单形状、运动模式和字母，而且视觉感知稳定可控。研究成果刚刚发表在顶级期刊《科学进展》上。这技术能真正让失明者重见光明吗？神经工程专家认为，目前的分辨率还很低，但技术验证了概念的可行性。如果未来增加电极数量到数千个，曾经能看见但因视网膜或视神经损伤而失明的人，有望恢复实用性视力。9. 卫星图像显示苏丹法希尔存在乱葬坑。据布里斯班时报报道，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11月6日公布的卫星图像揭开了苏丹法希尔城的人间炼狱。图像显示，在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10月26日攻占这座达尔富尔关键城市后，至少有2处疑似乱葬坑被挖掘和掩埋，一处位于沙特医院北部的清真寺附近，另一处在被 RSF 当作监狱的前儿童医院旁。10月29日 ，RSF 在沙特医院屠杀了460名患者及其家属。耶鲁实验室在卫星图上清楚看到了医院场地上的白色物体和血迹，那些是尸体。目击者证词，网络视频和卫星图像共同描绘出末日景象，街道被鲜血染红，成堆的尸体。针对非阿拉伯族群的种族屠杀正在发生。美国早在1年前就认定 RSF 在苏丹犯下种族灭绝罪，但国际社会至今仍在大体上忽视这场浩劫。苏丹这场已持续2年的战争，已迫使1400万人流离失所，2个地区正遭受饥荒。国际社会的沉默会让苏丹陷入更深的人道灾难吗？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制止 RSF 暴行，达尔富尔地区将重演2003到2005年种族灭绝的噩梦，数十万无辜平民将死于屠杀和饥饿。10. 北约弹药产量超过俄罗斯。据乌克兰 RBC 报道，北约秘书长鲁特11月6日在布加勒斯特工业论坛上宣布，北约成员国的弹药产量已经超越俄罗斯。鲁特坦言，就在几个月前，俄罗斯3个月的弹药产量还相当于北约全年的产量。这让整个西方联盟感到震惊，但如今形势已经逆转，北约各国正开设数十条新生产线，扩建现有工厂，弹药产量创下近10年新高。回看乌克兰冲突爆发初期，北约军工体系一度陷入产能危机，库存消耗速度远超补充速度。如今这场产能竞赛的翻盘，标志着西方军工动员能力的全面觉醒。这种逆转对未来的地缘政治格局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军事专家分析认为，北约产能的恢复将改变双方的战略平衡，不仅增强对乌克兰的支援能力，更可能加剧军备竞赛升级，推动冲突长期化。11. 特斯拉股东准备就埃隆·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投票。
据科技媒体 The Verge 报道，特斯拉11月6日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将对马斯克史无前例的1万亿美元薪酬方案进行表决。这份为期10年的激励计划要求马斯克将特斯拉市值从目前的1万亿美元提升至5万亿美元，交付2000万辆汽车，部署100万辆自动驾驶出租车，还要交付100万台人形机器人。特斯拉董事会警告称，如果方案不通过，马斯克可能离职。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2018年的薪酬方案曾被特拉华州法院撤销，为此特斯拉将注册地迁至德州。目前，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等大股东已明确投反对票，但散户投资者的高参与度可能成为关键。如果马斯克真的因薪酬问题离开特斯拉，会对整个电动车和科技行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行业分析师指出，马斯克的个人品牌与特斯拉深度绑定，他的离开可能导致股价暴跌，动摇投资者信心，同时也会给 SpaceX 等关联企业带来不确定性。12. 波兰启动新的军事训练计划，目标是在2026年前训练40万公民。据希腊媒体报道，波兰国防部宣布启动名为"随时待命"的全民军事训练计划，目标在2026年前培训40万公民。这被称为波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防训练。该计划面向所有年龄段公民，从学生到退休人员，甚至企业也可以参与。波兰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强调，这是自愿性质的训练，许多雇主已表示支持，希望拥有受过训练的员工以应对危机。波兰还计划将军队人数从目前的20万增至30万。2026年军费开支占 GDP 比重将突破 5%。回顾历史，波兰曾在二战中遭受重创，如今面对乌克兰冲突，这个东欧国家再次选择全民动员来确保国家安全。这种大规模军事动员会对中东欧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什么长期影响？国际关系专家认为，波兰的军事化转型可能引发周边国家效仿，加剧区域军备竞赛，同时也会强化北约东翼的防御能力，但也可能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的安全焦虑。13. 气候变化加剧了飓风梅丽莎对加勒比海地区的影响。据荷兰媒体报道，2025年10月底袭击加勒比海地区的5级飓风梅丽莎，成为该地区近年来最具破坏性的热带气旋之一。这场飓风以每小时近300公里的风速登陆牙买加，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遭遇的最强飓风。气象专家指出，加勒比海异常升高的海水温度为风暴提供了充足燃料，导致梅丽莎出现爆发性增强。科学家将此现象与全球变暖直接关联，海洋温度持续上升使得飓风快速增强的情况变得更加频繁。回顾1988年的吉尔伯特飓风，当时造成49人丧生，如今梅丽莎的破坏力有过之而无不及，超过50万人被迫撤离，整个地区的医院、道路和商业设施都遭受重创。这种由气候变化驱动的超强飓风频发，对小岛屿国家的生存会带来什么致命威胁？气候学家警告称，随着海洋持续变暖，加勒比海等热带地区将面临更频繁、更强烈的飓风袭击。这些岛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难以承受反复打击，可能引发大规模气候移民潮。14. 衰老的恒星会吞噬它们的巨型行星。据科学日报网站报道，伦敦大学学院和华威大学的天文学家11月6日发布最新研究，首次提供了衰老恒星吞噬其巨型行星的直接证据。研究团队利用 NASA 的 TESS 望远镜观测了近46万颗刚进入演化后期的恒星，发现那些已膨胀为红巨星的恒星周围，近距离轨道上的巨型行星数量明显减少。科学家解释，当类太阳恒星耗尽氢燃料后会冷却膨胀，恒星与行星之间的潮汐相互作用会加强，就像月球引起地球潮汐一样，行星也会拖拽恒星。这种引力拉锯战会减慢行星速度，使轨道收缩，最终行星螺旋坠入恒星并被撕裂。研究人员提醒，大约50亿年后，我们的太阳也将经历这一过程，届时水星、金星甚至地球都可能被吞噬。这一发现对人类寻找外星生命和理解行星系统演化有什么重要意义？天体物理学家认为，这项研究揭示了行星系统的最终命运。
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某些古老恒星周围找不到行星，同时也提醒人类文明需要考虑超长期的生存策略。15. 哈马斯归还遇难人质遗体，加沙停火持续进行。据长期战争研究所报道，自10月10日美国斡旋的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哈马斯已陆续归还21具遇难人质遗体，目前仍有7具遗体滞留加沙。11月初，哈马斯又移交了3具人质遗体，包括21岁的美以双重国籍士兵。根据停火协议，哈马斯应在72小时内归还所有人质，包括生者和遗体，以换取以色列释放约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但哈马斯表示，由于加沙遭受广泛破坏，许多遗体被埋在废墟下，缺乏专业设备进行搜寻。这场冲突起源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当时251人被劫持为人质。如今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已释放20名幸存人质，但遗体归还进程缓慢，双方不断相互指责违反协议，停火局势依然脆弱。这种脆弱的停火能否最终实现加沙的永久和平与重建？中东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完成人质交换，哈马斯的解除武装、加沙的战后治理以及巴以长期和解等核心问题仍未解决，停火随时可能破裂。真正的和平需要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和多方妥协。16. 加州法官允许声称社交媒体损害年轻用户心理健康的诉讼进入陪审团审判阶段。据法律360报道，加州洛杉矶高等法院法官上周三作出重磅裁决，驳回了 Meta、TikTok、Snap 和 YouTube 的最后抗辩。数千起指控社交媒体平台故意设计成瘾功能，导致青少年焦虑抑郁的诉讼正式进入陪审团审判阶段。法官明确指出，无限滚动等设计本身就可能构成侵权，这不受联邦通信规范法保护。首个试验性审判将于明年1月开庭，一名19岁加州女孩将出庭作证，讲述平台如何让她上瘾并患上身体畸形恐惧症。要知道，3年前这类案件刚出现时，科技巨头们还信心满满地认为法律会站在他们这边。这场诉讼会对硅谷的商业模式造成多大冲击？法律专家认为，一旦陪审团认定平台需为青少年心理健康负责，不仅会引发天价赔偿，更可能迫使整个行业重新设计产品逻辑，彻底改变社交媒体的运作方式。17. 科学家正在研究影响数百万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据美联社报道，全球科学家正加速攻克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一医学难题。这类疾病让人体免疫系统自相残杀，攻击自己的组织器官，影响着全球5%到8%的人口。今年6月，中国西比曼生物在国际红斑狼疮大会上公布突破性成果，他们的双靶点 CAR-T 细胞疗法让4名狼疮性肾炎患者全部实现应答，其中2人达到完全缓解。更令人振奋的是，这项研究首次在人体中证实 CAR-T 可以诱导免疫系统重建。要知道，传统治疗只能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缓解症状，患者往往要终身服药，还要承受感染风险和器官损伤。这些创新疗法能否彻底改变3000万中国患者的命运？医学专家指出，如果细胞治疗技术成熟并实现商业化，将为患者带来长期缓解甚至治愈希望。但目前成本高昂和长期安全性仍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18. 昆士兰大学的科学家利用先进技术绘制了黄热病毒高分辨率图谱。据科技日报报道，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团队上月在自然通讯发表重磅研究，首次捕获黄热病毒近原子级的高清 3D 结构。通过冷冻电镜技术，科学家发现疫苗株表面光滑稳定，而致病株表面凹凸不平，极不规则。这种差异可能正是疫苗安全有效的关键。更神奇的是，病毒表面蛋白上仅一个氨基酸的变化，就能彻底改变整个病毒的结构和毒性。黄热病每年在非洲和南美造成数万人死亡，虽然有疫苗，但在偏远地区接种率依然很低。这项研究不仅揭开了80年疫苗的奥秘，更为开发新一代更安全的疫苗铺平了道路。这一发现对预防其他文霉病毒会产生什么影响？病毒学家认为，由于登革热、寨卡等病毒与黄热病结构相似，
这项研究的方法和发现可以直接应用于其他蚊媒病毒疫苗的研发，加速全球传染病防控进程。19. 身心疗养能迅速改变大脑功能和血液生物学。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官网报道，该校研究团队本周在通讯生物学发表突破性研究，证实仅1周的冥想疗养就能快速重塑大脑和血液生物学。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进行为期1周的密集冥想和身心疗愈训练，前后对比他们的脑部核磁共振扫描和血液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大脑中负责精神絮叨的区域活动明显减少，整体运作效率大幅提升。更神奇的是，疗养后的血液放到实验室培养的神经元上，竟然能让脑细胞长出更长的分支，形成新连接。血液检测还显示，人体自身的天然止痛物质大幅上升，免疫系统被激活，代谢变得更灵活。研究负责人帕特尔教授表示，这种效果堪比致幻剂裸盖菇素，但完全通过冥想实现。这种快速的生理变化对慢性疼痛和情绪障碍患者意味着什么？神经科学家认为，如果能在临床试验中重复这些结果，密集的身心疗养可能成为药物治疗的有效替代方案，为慢性疼痛管理和心理健康干预开辟全新路径。20. 扎克伯格和陈将科学放在首位，专注于人工智能和生物学以对抗疾病。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扎克伯格夫妇周三在加州红木城正式宣布重大战略转变，将陈扎克伯格基金会的慈善重心全面转向科学研究，聚焦用人工智能加速生物学发现来对抗疾病。过去10年，这对亿万富翁夫妇一直资助教育、移民改革和多元化项目，但如今他们决定把绝大部分资源投入到 BioHub 科学组织。陈博士这位前儿科医生表示，他6年级时外祖父突然离世的经历，让他立志要用科学解释生命的奥秘。这次他们还宣布收购了 AI 生命科学研究实验室 Evolutionary Scale， 其联合创始人将担任 BioHub 科学主管。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在本世纪末治愈、预防或管理所有疾病，计划用 AI 构建虚拟细胞模型来预测疾病生物学。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早些时候，基金会已停止资助多元化、移民等议题。这种从社会议题向纯科学的激进转型会带来什么争议？慈善研究专家指出，虽然科学投资可能产生长远影响，但放弃对弱势群体的及时支持引发批评。这反映了科技巨头在特朗普时代的策略性退缩，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21. 苏丹黄金资源加剧冲突，俄罗斯支持交战各方。据德国电视2台报道，苏丹这场已持续近2年的内战背后，黄金正在扮演致命角色，而俄罗斯更是在两边下注，火上浇油。美国今年1月在联合国安理会直接指控莫斯科通过参与苏丹黄金贸易，同时资助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这2个敌对派别。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旗下的梅罗金矿公司早在2017年就在苏丹建立运营，为双方提供武器训练，换取黄金走私特权。CNN 调查揭露，仅2022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后，至少有16架俄罗斯货机从喀土穆偷运黄金，每次都伪装成饼干出口。快支部队领导人赫梅蒂控制着达尔富尔最赚钱的金矿，苏丹政府军则掌控北部矿区，双方通过乍得、南苏丹、埃及等邻国将黄金走私到阿联酋。英国查塔姆研究所报告显示，苏丹去年官方黄金产量翻倍，达65吨，实际数字更高。俄罗斯掠夺苏丹黄金对其乌克兰战争有多大助力？地缘政治分析师认为，苏丹黄金已成为俄罗斯规避西方制裁的生命线，为其战争机器提供关键资金。这种资源掠夺正在将苏丹推向彻底崩溃的深渊。22. 巴基斯坦第27次宪法修正案赋予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广泛的权力。据 CNBC 电视18台报道，巴基斯坦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政府正在悄悄推动第27次宪法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可能让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成为巴基斯坦事实上的终身领袖。消息是人民党主席比拉瓦尔·布托在社交媒体上曝光的。他透露，修正案包含宪法法院、法官调动等条款，
最关键的是要彻底改写第243条，也就是武装部队的指挥权条款。如果修正案通过，将正式确立陆军元帅这个宪法职位。穆尼尔将获得和总统总理一样的5年任期，还能任命陆海空3军司令和情报局局长。更重要的是，他将获得宪法保护，免受司法和政治挑战。要知道，穆尼尔今年11月28日就该退休了，但通过这个修正案，他可以继续掌权。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已公开承认，政府将推动这项修正案。这项修正案对巴基斯坦民主转型会造成什么影响？南亚政治专家认为，如果修正案通过，巴基斯坦将正式成为宪法安全国家，军方将完全控制文官政府，这标志着该国民主进程的彻底倒退，重回军事独裁时代。23. 波兰、罗马尼亚和丹麦部署新型无人机防御系统。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报道，在俄罗斯无人机频繁入侵北约领空后，波兰和罗马尼亚正式部署美国制造的 Merops 无人机防御系统，丹麦也将使用这套系统。今年9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并坠毁在卢布林附近的民宅屋顶，暴露了北约东翼的防御漏洞，让整个欧洲陷入紧张。Merops 系统小到能塞进中型皮卡车厢里，却能识别无人机并精准追踪。最厉害的是，它用人工智能导航，即使卫星和电子通讯被干扰，也能正常工作。北约军事官员表示，这套系统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成功应用，如果在乌克兰都不管用，那就不值得采购。乌克兰战争已经持续近4年，成为无人机技术发展的试验场。现在这些技术正在欧洲其他地方派上用场。这套防御系统能否有效遏制俄罗斯的无人机威胁？军事分析师认为，虽然 Merops 系统代表着第一阶段防御能力，但无人机技术快速演变，每种新型号都需要不同应对策略。完整防御体系的建立预计需要2到5年时间。24. 基因疗法可保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连接。据新闻医学网今天最新报道，科学家发现通过调整一个关键基因，就能保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连接。研究人员发现，降低一种叫 PU1 的转录因子，能把小胶质细胞重新编程成神经保护型的淋巴样状态。这些被改造的免疫细胞不仅能压缩淀粉样蛋白斑块，阻止tau蛋白扩散，还能保护突触连接。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小胶质细胞上的 CD28 信号通路能帮助控制炎症反应。此外，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团队还研发了另一种基因疗法，利用病毒载体向神经元靶向递送小窝蛋白异基因。在小鼠实验中，这种疗法能保护海马体依赖性记忆，让病变脑细胞的基因表达模式恢复到接近健康状态。全球有数千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现有药物只能缓解症状，无法延缓病情进展。这些基因疗法距离真正应用于人体还有多远？神经科学专家表示，虽然动物实验结果令人振奋，但从小鼠到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预计至少还需5到10年时间才能造福患者。25. 瑞典和乌克兰成立联合中心，共同研发新型武器技术。据瑞典每日新闻报最新报道，瑞典与乌克兰签署协议，正式成立联合防务创新中心，计划共同研发无人作战系统、电子干扰装备及人工智能指挥平台。瑞典将提供先进的军工设计与资金支持，乌克兰则贡献前线实战经验。双方希望在2026年前完成首批样机，用于北约训练和实战评估。分析指出，这不仅是技术合作，更象征瑞典加入北约后首次与交战国建立战略研发机制。过去，瑞典一向强调中立，如今却与乌克兰并肩抗俄，被外界形容是摆脱中立的关键一步。这样的合作会不会加剧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欧洲防务专家认为，这举动势必引起莫斯科强烈不满，可能让北欧安全局势更加紧张。26. 丹麦提议立法赋予公民肖像权版权，打击深度伪造技术。据首都公报报道，丹麦政府近日公布一项法案，拟赋予公民面貌、声音与身体数据的版权保护，以防止 AI 深度伪造内容滥用。文化部长恩格尔施密特表示，科技不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
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数字世界中的自我。法案计划在明年春季递交国会，并推动欧盟建立统一标准。背景是近年 AI 伪造技术频繁被用于诈骗与假新闻，甚至出现冒充名人发言的影片，引发公众恐慌。过去，版权法主要保护作品，如今则首次把人本身纳入保护范畴，被视为数字人权的新起点。若此法案通过， AI 产业将面临什么挑战？专家指出 ，AI 公司必须重建训练数据机制，否则或将面临巨额侵权诉讼。27，民主党在多州关键选举中获胜，选民表达对特朗普不满。据 CNN 巴西版报道，美国中期选举传来重磅消息，民主党在新泽西、弗吉尼亚、纽约与加州的关键选举全面获胜，包括新泽西州议会与弗吉尼亚州长席位都由民主党人成功夺回。选民普遍对通胀、堕胎权与特朗普的分裂言论感到不安。这次投票被视为针对特朗普的信号弹。分析指出，这场胜利让民主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前占得先机，也反映选民正在重新评估极端政治的代价。相比2024年大选时的僵持局面，这次民意转向格外明显。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政治势头的终结？政治学者认为，虽然特朗普仍掌握基层选民，但他的全国号召力正在逐步流失。28，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协议。据 Associated Press 报道，2025年11月6日，穆斯林多数国家的亚伯拉罕协议迎来新成员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哈国总统卡西姆·乔马特·托卡耶夫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签署加入协议。虽说哈萨克斯坦早在1992年就已与以色列建交，但此次加入象征意义更大。作为穆斯林国家加入此框架，标志着外交圈一意孤行的格局正在改变。协议将推动双方在国防、能源与科技合作上加码。背景来看，自2020年协议首次签署以来，已有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国参与，如今扩展到中亚。过去该协议主要局限于阿拉伯半岛，如今却向内陆国家延伸。这一重大加入会不会削弱哈萨克斯坦在俄中之间的平衡角色？外交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举动可能令哈国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传统中立立场变得格外孤立。29，太空尘埃揭示北极冰盖历史及其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据 phys.org 报道，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微小的宇宙尘埃沉积在北极海底，其携带的氦三同位素比例变化，成为追踪北极冰盖覆盖状况的重要线索。研究表明，自1979年起，北极海冰覆盖面积已下降超过 42%， 而尘埃数据还显示，在更古远的时代，冰盖并非一直厚实，而是周期性消融、恢复。冰盖变薄让海水更多暴露于阳光下，改变营养盐循环，威胁海洋生物底层生态链。回顾过去，地球冰河时期的厚冰模式曾长期主宰北极，如今却被快速转向开放水域所替代。这些尘埃数据究竟能不能揭示海洋生物会不会因为冰盖消失而崩塌？气候与海洋生态专家认为，这组数据为我们理解北极生态风险提供了罕见视角。但真正生物链崩塌还需长期监测。30，特朗普欢迎中亚领导人讨论稀土金属问题，并削弱中国的主导地位。据 Associated Press 报道，2025年11月6日，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接待了中亚5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领导人，重点议题为关键稀土金属供应链。美国近年来高度依赖中国控制的稀土资源，高达全球处理能力约90%。此次会晤旨在从中亚获得替代来源，绕开中国主导地位。特朗普表示，这些国家曾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我们以前忽视了他们。过去几年，美国在稀土供应方面格外被动，如今却积极抢占先机。这场矿场外交是否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稀土话语权将被撼动？矿产战略专家指出，尽管美国意图明显，但要真正打破中国垄断，需要多年技术、加工能力与投资规模的累积。31，世界气象组织报告称，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暖的3个年份之一。
据 ABC 新闻报道，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气候评估显示，2025年截至8月，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高出约1.42摄氏度，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3个年份之一。报告指出，气候变暖不仅使极端高温频发，也导致冰川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世界多地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和干旱。气象学家表示，这3年连续破纪录，显示地球的气候系统正被持续推向临界点。历史上，人类从未在如此短时间内经历这种升温幅度。面对这样的气候趋势，全球经济与粮食安全是否已进入高温风险时代？专家认为，如果各国仍未大幅削减碳排放，未来10年人类可能不得不在极端气候中重新定义宜居地球。32. 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武器库。据 ABC 新闻报道，2025年4月27日，以色列空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多次精准打击，目标是一处疑似真主党储存导弹的武器库。爆炸产生的浓烟直冲天际，附近居民被迫紧急撤离。以色列国防部表示，这次空袭是为了阻止真主党扩大导弹库，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黎巴嫩方面指责此举严重违反停火协议，可能导致局势升级。自2006年黎以战争后，双方虽保持脆弱的平衡，但边境冲突仍时有发生。如今的军事行动被外界视为以色列在地区政策上越来越强硬。这一轮袭击会否让中东的停火局势彻底破裂？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策略或将引发连锁反应，使黎以边境再度陷入长期对抗。33. 挪威资助巴西的雨林保护计划。据挪威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挪威政府宣布将出资约300亿挪威克朗，支持巴西启动新的热带雨林保护基金。该基金将根据森林保护成效向参与国提供奖励金，鼓励减少砍伐与非法采伐。巴西环境部表示，这一合作将帮助亚马逊地区社区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获得经济回报。挪威早在上世纪末就资助过巴西的森林项目，但这次规模更大，模式更新，从援助转为绩效付费。这一机制意味着守住森林就能获得实质性收益。这种守林换资金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全球碳市场的新规则？环保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被广泛采纳，将让发展中国家在碳汇与气候谈判中获得更大话语权。34. 微软成立新团队，开发安全超级智能。据财富 Fortune 杂志报道，2025年11月6日 ，Microsoft 宣布组建全新的 My 超级智能团队，由其人工智能负责人 Mustafa Suleyman 领衔。首要目标是开发人本主义超级智能，即在某些领域远超人类能力的 AI， 但始终由人类掌控。该团队将首先聚焦医疗诊断、清洁能源以及科学突破等方向。微软表示，这次投资规模很大，人员招募也在加速。背景是 AI 技术快速提升，公众对失控 AI 的恐惧也在增加。微软从过去与 OpenAI 的合作关系中解脱出来，迈出自主研发的关键一步。历史上，微软更多是工具型 AI 的提供者，如今步入超级智能范畴，是一次战略转变。这样的大规模投入，会不会使人类在未来对 AI 的依赖变得更深，进而削弱自身判断力？AI 安全专家指出，虽然安全超级智能理念值得肯定，但现实中控制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挑战，真正落地还需多年验证。35. 对黑洞进行成像可以检验不同的引力理论。据 Ars Technica 报道，最新天文研究指出，通过对世界规模黑洞阴影的高分辨率成像，可以直接检验广义相对论与其他引力理论之间的差异。研究团队分析了未来地平线规模影像能揭示黑洞阴影半径、形状与旋转特征的微小偏差，从而判断哪些理论更贴近真实。过去，人类只能间接观察黑洞通过吸积盘与喷流现象，如2019年第一张黑洞照片，但那时解析度尚不充分。如今，成像技术提升，理论模型更细致，使得黑洞成像等于检验引力理论的时代正在到来。那么，当成像技术足够精准后，是否可能出现爱因斯坦错了的那一天？天体物理学者指出，尽管目前观测仍与广义相对论高度一致，
但未来若观测到显著偏差，将是物理学的破冰时刻，可能引发新一轮理论震荡。36，荷兰方面预计，来自中国的 Nexperia 芯片交付将恢复。据荷兰公共广播公司 NOS 报道，荷兰政府正在与中国及芯片制造商 Nexperia 展开谈判，预计将恢复从中国工厂出货的关键汽车用芯片。该公司此前因荷兰政府以国家安全理由接管其荷兰总部控制权，而遭中国限制出口，导致全球汽车产业面临芯片短缺。Nexperia 表示，尽管仍在确认具体时间与流程，但中国已表达推进恢复出口的意愿。此前，这次争端不仅影响经济，更凸显科技主权与供应链脆弱性。历史上，欧洲汽车大量依赖廉价芯片供应，如今突然面临断供，令整个产业链措手不及。若交付全面恢复，这是否意味着欧洲在关键芯片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将减轻？芯片产业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交付恢复，也并不代表结构性依赖消除，因为还有封装、测试、物流等环节仍高度依赖中国，真正转型还需时间。新闻日日更，世界在手中。今天的时事快线就到这里啦，有想法的朋友，我们评论区聊聊，明天见。